于朦胧坠楼案扒得越细越吓人，停车场囚禁毒打，战友反目下死手，还有10年前注册的背锅公司，这哪是意外？分明是资本部的死局。于朦胧坠楼那点事儿，早不是意外俩字能糊弄的了。从他被锁在公寓里拼命逃到停车场，结果被昔日战友按在地上毒打，到网友扒出他10年前就被经纪公司坑着当法人傀儡，连军工、化工这种敏感领域都敢挂他名，每一个细节都透着有人要他死的狠劲儿。先说说那桩最让人心疼的停车场逃亡案，这事儿不是瞎编的，是由小区业主匿名爆的料，还附了张没被删干净的监控截图边角料。截图里虽然看不清脸，但能看到一个穿浅灰色连帽衫的男生，就是于朦胧常穿的那件，正往停车场出口跑，后面跟着3个黑衣服的人，其中一个高个子抬手就把他拽倒了。爆料的业主说，他当时在负2楼取车，吓得躲在柱子后面不敢出声，就听见砰的一声，好像是头撞在水泥柱上的声音，然后就是拳打脚踢的动静，还有人喊让你跑，再跑弄死你。更炸裂的是啥？后来有网友把截图里高个子的身形、穿的那双白色板鞋和范世琦之前出席活动的照片对比，居然一模一样。范世琦啊，就是当年跟于朦胧一起参加快乐男声的战友，当时俩人还组过临时 CP， 一起唱过有形的翅膀。于朦胧当时还帮范世琦拉过票，说世琦唱歌特别棒，大家多支持他。结果呢，10年后居然成了把于朦胧按在地上打的人。爆料的业主还说，他后来听见于朦胧哭着喊范世琦，你忘了当年我帮你挡酒吗？你忘了你没地方住的时候住我家吗？结果对方冷笑了一声，说了句当年是当年，现在谁跟你讲感情？然后就听见咔的一声，好像是骨头碎了的声音，于朦胧就没声了。接着那几个人就把他拖进了一辆黑色的商务车，车牌号最后3位是739，后来有网友扒，那车是某经纪公司名下的，平时专门用来处理私事的。你们想想，一个人得被逼到啥份上，才会从被囚禁的地方拼命逃出来？他当时肯定知道自己要出事，不然不会冒着被打死的风险往停车场跑。而且范世琦为啥要动手？肯定是有人给了他好处，或者拿他的把柄要挟他，不然昔日战友再怎么样也不至于下死手吧。后来范世琦工作室发声明说纯属造谣，已报警，结果网友扒出他发声明那天 IP 地址显示在海南，而海南有个度假村，正是某资本大佬常去的地方，这不是明摆着躲起来避风头，顺便跟金主汇报吗？再说说于朦胧身边那些披着朋友皮的豺狼，这事儿才叫寒心。他出事后，有个跟他合作过《三生三世》的场记小姐姐匿名爆料，说于朦胧其实早就察觉到身边人不对劲了，只是没证据。比如他的经纪人叫李姐的那个，平时看着对他特别好，帮他谈资源、挡私生，结果背地里把他的行程卖给狗仔，还把他拒绝潜规则的事儿告诉资本方，转头就拿了200万的好处费。还有他的助理小周，是他粉丝选出来的粉丝助理，当时于朦胧还说选个自己人放心，结果小周被经纪公司收买了，每天给于朦胧泡的咖啡里加安眠药，说帮你睡得好点，其实是让他精神越来越差，好几次拍戏都差点忘词。场记小姐姐说，有一次于朦胧私下跟他说，我最近总觉得头晕，喝咖啡跟喝药似的，还拿出咖啡包让他看。结果第2天小周就把咖啡全换了，还跟于朦胧说，姐你别挑拨我跟朦胧哥的关系，把于朦胧哄得还挺愧疚，觉得是自己想多了。最恶心的是他那个发小叫张伟的，从小一起长大的，于朦胧红了之后还把他拉来当执行经纪人，结果这人居然把于朦胧的隐私卖给营销号，比如他妈妈生病住院的事儿，还有他偷偷捐钱给山区孩子的事儿，转头就编成于朦胧耍大牌，妈妈住院还坚持拍戏，于朦胧作秀捐钱赚了足足50万。于朦胧知道后跟他吵了一架，结果张伟倒打一耙，说我这是帮你维持热度，不然谁还记得你。后来于朦胧把他辞了，没过多久就出了囚禁的事儿。你们说这张伟会不会就是把于朦胧的行踪
告诉资本方的人。场记小姐姐还说，于朦胧出事前1个月跟他吃了顿火锅，当时他喝了点酒，哭着说现在身边没一个能信的，连呼吸都觉得累，还说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套住了，想逃都逃不掉。现在想想，他当时说的套子就是那间被注册在他名下的背锅公司吧。重点来了，网友扒出的那个九呼科技有限公司简直是资本给于朦胧挖的坟墓。注册时间是2017年9月15日，正好是于朦胧凭借《三生三世白针一脚》爆火的时候，当时他忙着拍戏跑通告，哪有时间去注册公司？而且这公司的经营范围简直离谱到吓人，不光有正常的文化传媒，还包括化工原料进出口、军工设备、技术咨询、地质勘探服务，这些跟艺人八竿子打不着的敏感领域，居然全挂在他名下。有懂工商注册的网友说，这种公司一看就是壳公司，专门用来洗钱走账的，而且风险极大，一旦涉及违法，比如化工原料走私、军工设备违规交易，作为法人的于朦胧第一个得进去背锅，最少判10年。更狠的是，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本不是于朦胧，而是某资本大佬旗下的白手套公司，叫星耀投资。查工商信息，这家公司背后还连着好几个海外账户，全是不明转账。网友还扒出2017年9月15日那天，于朦胧正在浙江横店拍《轩辕剑之汉之云》，有剧组工作人员证明，他当天从早拍到晚，连剧组大门都没出，根本不可能去北京注册公司。那这公司是怎么注册的？肯定是经纪公司拿着他的身份证复印件，瞒着他办的。于朦胧后来肯定知道了，因为2019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有没有考虑过投资副业，他愣了一下，说暂时没想法，我还是想好好拍戏，当时大家没在意。现在想想，他那时候肯定已经知道自己被坑了，只是不敢说，怕被资本报复。更细思极恐的是，这公司在2023年10月突然变更了经营范围，把化工、军工这些敏感领域去掉了，改成了日用百货销售，而于朦胧坠楼是在2024年3月，这不是明摆着吗？资本怕出事，先把自己摘干净，让于朦胧一个人扛所有责任，等他意外死了，这公司就算被查，也没人能牵扯到背后的人。你们说，这是不是早就计划好的杀人灭口？还有那些被资本掩盖的死亡细节，每一个都透着诡异。比如于朦胧坠楼的那栋公寓，是他2023年刚租的，小区安保特别严，陌生人根本进不去。可他被囚禁的时候，安保居然全看不见。有业主说，事发前1周，小区突然加了好几个临时安保，全是穿黑衣服的，不是物业的人。当时还以为是哪个大明星住进来了，现在才知道是来看着于朦胧的。再说警方通报说于朦胧系高空坠落，排除他杀，可网友扒出法医报告里有个细节，于朦胧的指甲缝里有皮肤组织，还有纤维残留，跟他当天穿的衣服材质不一样，而且他的手腕上有勒痕，明显是被绑过的。这些证据警方为啥不提？还有于朦胧坠楼的窗户限位器是坏的，正常情况下只能开10厘米，根本不可能掉下去，可事发后限位器被人换成了新的，物业说是定期维护，可同期其他楼层的限位器都没换，这不是销毁证据是什么？更离谱的是，于朦胧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在他死后全不见了，警方说没找到，可他的助理小周之前说朦胧哥的东西都在我这保管，后来小周突然辞职，回了老家，再也没露面。有网友去他老家找过，发现他家门口天天有黑衣服的人守着，根本不让人靠近，这不是怕小周说实话吗？还有海外粉丝的事儿，之前洛杉矶的华人粉丝摆花悼念于朦胧，结果来了几个黑衣人，把花全烧了，还抢手机删视频，有个粉丝的手被烫伤了。报警后，警方居然说是误会不立案。后来有网友扒，那几个黑衣人是某海外安保公司的，老板跟国内的资本大佬是朋友，资本的手居然能伸到国外，连悼念都不让，这得多怕于朦胧的冤屈被人知道。现在再看看内娱的反应，简直让人寒心到骨子里。跟于朦胧合作过的艺人，除了陶晶莹，
陈晓东敢说句惋惜，其他人全装死。杨幂之前发了条一路走好，结果不到半小时就删了。工作室说手滑谁信啊？肯定是被资本警告了。还有跟于朦胧一起拍《太子妃升职记》的盛一伦，之前俩人关系挺好，现在被问起于朦胧，他直接说不太熟，眼神都不敢对视，这是怕被连累吧？那些平时爱蹭热度的营销号，现在全哑巴了。之前天天发于朦胧的八卦，现在提都不敢提。有个小营销号发了条于朦胧案疑点，结果不到1小时，账号就被封了，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还有某平台的井号于朦胧案求真相井号话题，热度刚上来就被压下去，换成了某顶流恋情某综艺开播。资本是真怕这事儿闹大，想把于朦胧的冤屈永远埋在地下。只有粉丝还在硬扛，国内的粉丝不敢线下悼念，就线上每天发于朦胧案求真相，哪怕被限流、被禁言，换个号继续发。海外的粉丝换了个地方摆花，还举着苍天有眼、还他公道的牌子，哪怕只有几个人也坚持着。还有网友自发整理于朦胧案时间线，把囚禁、毒打、公司注册的事儿全列出来。虽然每次发都被删，但还是不放弃，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放弃，于朦胧就真的白死了。家人们，咱今天扒了这么多，不是想搞阴谋论，是因为这事儿太不对劲了。一个好好的艺人，怎么会突然被囚禁、被毒打，最后意外坠楼？一个艺人的公司，怎么会涉及军工、化工这种敏感领域？如果真的是意外，为什么资本要拼命捂嘴，连悼念都不让？为什么警方的通报漏洞百出，关键证据全消失？于朦胧不是第一个被资本欺负的艺人，但咱希望他是最后一个。他生前那么努力，那么善良，捐钱给山区孩子，帮战友拉票，从不耍大牌，结果却落得这样的下场，连死后都不能安安静静的。这不是冤屈是什么？这不是资本杀人是什么？咱今天把这些事儿说出来，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让资本知道，老百姓不是傻子，不是他们想怎么糊弄就怎么糊弄的。真相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于朦胧的冤屈总有一天会被洗清，那些害他的人，那些捂嘴的人，总有一天会遭报应。最后，咱想跟于朦胧说一句，你的努力，你的善良，我们都记得；你的冤屈，你的不甘，我们会帮你讨回来。你放心，我们不会让你白死的。也想跟所有坚持求真相的人说，别放弃。只要我们还在说，只要我们还在扛，真相就总有一天会出来。对，这个疼的过程有什么好办法？这个过程就是你刚才这个讲特别对，就是实际上升华是一种，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于朋友。如果你当时旅行当中有一个同伴，你这事儿就好很多。就是我包括有些案件，我都觉得这个就大学生哈，有的那种就是因为谈恋爱失恋最后怎么样的，或者说跟同学吵架最后怎么样的，我就讲他如果身边有一些比较明白的兄长，就能把他带出来。这个同样就是心理学，还有一些故事挺逗的，就是一个大学生也是这种恋爱，他恋爱还不像这样，他是单相思。你知道单相思也很痛苦，是。然后爱那个女孩爱得不行，但又不敢表达，怎么办呢？就那女孩到哪儿他就到哪儿，然后女孩上什么课他就上什么课，他老斜坐着，他斜坐着不看吗？看又怕周围人盯着他，然后又怕老师发现他，最后他痛苦不堪，去找心理医生说这怎么办？心理医生特别可爱，他说我是不是？他问医生说我是不是变态？我是不是心理不正常？然后这医生就带他到了一个那个食堂门口，说你随便叫过来3个人，就是一个一个叫过来。他不明白为什么，然后最后这个老师就很主动的叫了一个老师过来，就是一看一个老先生，说老先生有个事儿您留步，我们向您问那个问题。老头就过来了，说什么问题？然后呢他就说这么一个年轻人。现在爱上一女孩，他到哪儿就想看。他说：“您觉得这正常吗？”老先生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正常，正常，孩子，你这是正常心理。”然后说：“哦，正常，正常，那就谢谢您，谢谢您，您可以走了。”然后第二叫一个年轻人过来说。就这种又复述一遍，说这个啊爱上一女孩，然后又不敢跟人说，老后边跟着人家，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你觉得这心理正常吗？结果那男孩说：“哎，
都这样，我们宿舍一关上灯，就研究这个谁谁漂亮怎么去啊？哎呀，这没办法接近他。然后呢，这个说哦，你们还不光那什么有这爱，还讨论怎么讨论法，然后就说了一些，说哦是这样，说你跟人讨论过吗？没有。他其实要讨论了，这事儿就没了。然后呢，说谢谢您，您走了。第3个，这老师自己召唤一女孩过来，说有这么个情况，你觉得这男的老在后边讨厌不讨厌？是不是变态？这女孩说：“都什么年代了啊，爱怎么爱就怎么爱去，你大胆的向他表白。”哎，结果说完3个人走了，老师在问他说：“他们3个都认为是正常，你现在觉得你正常吗？”就带这个孩子走出来了，否则他就很痛苦，他就爱嘛，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刚我讲的，他就是那个阶段。所以就回过头来想吧，觉得自己很幼稚。所以说不要羞于求助。在自己心里遇到危机的时候，对吧？不要羞于求助，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别人，我都记得啊，哪怕有时候朋友一句话，都对我特别管用。你比如说，我知道我的一个朋友，比如说他在前几年也有过这种感情的这个离婚呐，这种特痛苦的时候。那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呢，我就会问他，我说你当年，因为当年是我安慰他呀，他特痛苦啊，我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哎，其实我这个的哥们儿就发现，就最简单一句话就让我轻松。他说没事儿，现在我连想都不想他，根本就完全在脑子里没影了。他当时哭爹喊娘的，他说这时间过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别看就这点儿，你自己心里，哎，你为什么动手术之后的疼你能忍过去呢？因为你知道他慢慢的就没事儿了，也是必然的。是不是？文道，你觉得这个道理？对，当然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呢，其实。但比较难的是什么呢？我比较好奇，就刚才方舟讲那个情况，就是说思念这个东西的社会背景变了，就因为今天的技术条件不一样，就在互联网时代底下的思念，会不会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个要把这个煮了，其实那个带着对吧？行为艺术，对，他带着一个表演性，因为要给大家看，今天互联网年代。我们有那么多的社交工具，有那么多的共享的东西，在这个情况下，好像第一你是斩不断离不开，第二就是很多人今天的自我觉得这我不是读心理学大外行，但我觉得今天很多人的自我有点问题，自我建设，他把这个自我跟他在网上那个投射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很多人他的思念变成一种，我见过现在一些人他的思念会变成一种表演。对，直播，然后或者说是他觉得有必要要扩散这个东西，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他这个在人的心理当中吧，它实际上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就是说他感受更多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往往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我就大了，这个我一大呢，就外边的东西就进不来了，看不见了，所以这时候特别需要别人的一个视角来告诉他，这个别人的视角，这是一个就是比如对不同的一个角度，最重要的是一个时间的视角，所以我说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最好要有忘年交，就是找一个比你大个10岁左右的，做一个朋友。这样的话呢，他就是人生的很多东西在你之前经历过来人，他可能一句话就把你点醒了。那原来就是咱们那个04年那个云大的那个马某这个杀同学的案件，我不是讲了吗？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隐私的问题，但是他遮不住了，然后被同学说出来了，所以他可能就受不了了。其实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大哥说：“哎呀，这种事儿算什么事儿？男人嘛，啊，都有犯错的时候。你看什么样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还有这种事儿呢？”他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就刚才我讲那老师一带他说那3个人一看你这都算正常，对吧？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是别人的视角给了你的时候，你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比如说我们看照片吧，你这一摞的人，每个人看照片先看谁？一定先找自己。所以呢，在你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但在别人来看，人都看自己的话，没工夫看你。所以呢，这时候当你明白了，就是你觉得这事儿很大，别人可能不一定觉得很大，所以别人有的时候从别的角度一句话可能就很带出你来了。另外就是，这人真的是有一种很深的执着，就是我觉得，你比如说好莱坞有个喜剧演员叫Jim Carrey，曾经出现过嘛，他的女朋友就自杀了，对，就把那个Jim Carrey的安眠药全拿过来就吃了，2个人好了3年，中间分分合合多次。最后，他这个女朋友的这个遗言就是说我那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能挺过去，他说但是这次我累了，就那意思他尝试过，一个人这么生活，但是
这种您觉得是畸形吗？就是说，他把他所有的东西寄托在一个人，也就是说，就是说他可以断定，我再也找不到比他好的了，或者说我像这么爱他的人了，以至于我接下来活的没有意义。我认为这应该是可能跟他的经历有关。就是人在情感当中，就是人缺什么他会找什么。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他从小没有父亲，所以他会早恋找一个男人，这时候他可能找的那个男人往往就岁数特别大。所以像这种就把自己的生命都系在别人身上的话，他应该是属于就是他的依恋这个情感发展的不好。这跟父母从小的关系有关吗？对，就早年的这种，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吧，他在成熟过程当中，他越自信的时候，他越能够独处。就是越不自信的人，他才需要一个人不能离开他。等于这个人在他身边证明他的一种存在，所以他实际上是要获得这种关系，而不是说，所以我有时候跟一些人谈这个话，我也讲，我说其实我们来到这世界上都是自己。就是你在20岁之前，大多数都是就是单的嘛，然后可能到晚年也不一定两个人能同时走。是啊，所以你还会有相当一段时间，你再爱的人也不一定两人同时走。那种都是情况一个人来一个人去。对，所以我就觉得人要想明白在什么呢？就是你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相信缘分，有缘分的话，两个人就很好的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好的婚姻就是亲人的关系，它不光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真的爱得要死要活的，我觉得那都属于就是他的一种感受的东西，并不是真实的。就真实的是两个人在一起，比如你也看报，我也看报，咱俩不说话，但我就愿意跟你一块儿看报，这才是一种真的东西。相反，就是说一天到晚你和我的就说一种话或者表示什么。但我还挺享受，就是表演性质的。您刚刚讲，我还挺享受那种疯狂爱恋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从写文章从文学角度来说，就是有2件事特别能够刺激你一瞬间的成长，就是你一瞬间你发现你对自己的了解多了很多。一个是近距离的观察亲人的死亡，就这个东西对你的刺激以及你一夜之间成长的速度是巨大的。还有一个就是疯狂的爱恋，就你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就这个东西它可能一生只能有一次，但是我觉得反正我自己因为发生在我身上很稀少，但我觉得我很享受。多长时间？大概长达3-4个月的时间吧，就是睡不着觉，然后就开始想思念什么的。我自己很沉浸这种状态，我好像发现了自己的新技能一样。那比如说到3个月的时候，夸他这哥们儿走了，消失了，那消失不行，我得给我个理由。我是那种秋菊型的，你得给我说清楚是不是我不好。就当我发现不是我不好的时候，我就没问题了。所以可能本质上还是一种自恋，就是我不能让对方对我来说，失恋最大的摧毁是一个自信的摧毁。你说这个人还挺成熟的，就是说什么呢？你知道吗？就是像我这个岁数的人。也会失恋呢，有意思吧？有意思吧？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老哥们儿，他呢也没有那个婚娶，那么就是恋爱爱上一个年轻女孩子，你知道，你以为中年人没事吗？就是前些年就是说，哎，说痛苦，这个女的跑了，大把的掉头发，我很长时间没见她，我说你怎么都秃了？中年人呢，40岁左右吧，40多来岁。就痛苦的大把掉头发，然后我说，哎，这还了得？这几个哥们儿就跟他做工作啊，就是到底这怎么回事？最后聊啊，聊到最后啊，就发现啊，实际这个中年人的这个失恋，他问题有点复杂，他为什么这样崩溃？这个过去我记得这个王朔还说小说里说过一句话，就崩溃就是因为想起了以前的历次崩溃，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最后就发现啊，他的这个失恋的痛苦，其实啊，我说为什么比年轻人了以前的痛苦，为什么比年轻人还狠呢？跟他的中年危机联系起来。对，你知道，因为人到中年呢，往往本身就面临着一个，就是说对自己的过去产生怀疑，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对未来没有信心，钱呢也没挣够，将来养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做的这个工作现在正在被淘汰，年轻人都在超过我，我这个。本身在这个时候的一个中年人，你知道吗？他的爱情是他的一个救命稻草。对，他在这个里面是他生活的寄托。这个没了，实际上引发的是这个核爆，生活的崩塌，整个的崩溃。就实际上就像你说这个自信，
他觉得那什么都完蛋了，对，什么都完蛋了。所以这个就是弗洛伊德在他那个精神神经症那边里讲过一句话，他说那个妄想就是咱们常常见的嫉妒妄想，说妄想实际上是一种自慰，就自我安慰，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东西，然后呢，他把它迁移到别人身上去。所以呢，就是你刚说这一段是挺对的，也就是说，人在他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这种情感上的挫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说我不了解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实际上你不了解你自己。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在找对象当中，你得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才能去准确的寻找对方。如果你完全不考虑自己，你就看上一个好的你就想去追，这个成功率非常低。但我是觉得这个分手能不能走出来，跟分手的方式有没有关系？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分手，刚刚李老师讲，比如说报复性的，会不会是比如说对方可能也没跟你提分手，但是就咣当一下直接带了一个新女朋友，他缺乏沟通，直接就是一个带着新女朋友，或者是他是一种指责性的分手，他就说因为你这个也失败，你没钱没房没车没有前途，我会跟你分手。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会有自信的崩塌，就是因为你分手过程中一直受指责。所以我后来总结出来，就是说分手啊，其实最好的分手方式就我原来好像跟文道老师说，我其实就跟辞职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还在指责，你还在控诉的话，那你分手是分不干净的。但是你如果是只有感激，谢谢你对我的培养，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谢谢你，只有感激，谢谢领导，对，谢谢你，谢谢领导。然后我要展开我人生心理程，如果只有感激的话，基本上是对方要误读了更麻烦，是吗？对呀。就是李老师，您觉得怎么样的分手方式是比较好、有理性的？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没有太多的经验，而且我觉得我第一次跟人家分手也挺伤人的。是吗？我是觉得这种事要快刀斩乱麻，就是第一呢，就是在交往初期很多东西要分开。我也不占你什么便宜。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分手之所以让对方很痛苦，就是说他投入。就是像我记得我80年代刚工作的时候，有一起特别大的案件，就是一个人他一天杀了12个人，然后当时这个正好在严打前后嘛，然后我们上边领导特别重视，说一定要调查这案件是不是对抗严打，结果后来发现就是一小木匠。他从小没有父母，四川人，然后就学了一点手艺，然后就做木匠，那木匠就是挨家挨户走吧，挨村走，然后挣了点钱，那是几百块钱，相当于现在得几十万了，就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嘛。结果呢，这个村里呢就有一个女的，她呢有个女儿，她就想让这女儿跟她交朋友，然后呢，其实这小木匠特别矮，然后她实际上并不想让她跟她结婚，就是想把她钱拿过来。所以这女孩呢，就后来妈妈就跟她交，然后睡觉就要钱吧，又买了缝纫机，那是叫3大转嘛，就是什么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全买了。买完以后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妈妈也跟她睡觉，睡完觉也要钱，我的天，买衣服。结果最后这小木匠基本把钱都花光了，然后这时候妈妈就把这女儿给介绍村里另外一男孩，俩人要结婚了。这小木匠一知道就火了以后就说你们可以结婚，你们把钱还给我。所以就像这种的，他就很多，就是我刚刚讲的，有些上当受骗型，女的是失身，男的是财失，就是像你这样的没有这方面损失，完全那是真的是情种。也就是说，但是就是很多分手，不像人家是下了真本的。对，他有很多分手实际上涉及到血本无归。对呀，有些女孩是属于你被骗了，然后你又不跟我结婚了，然后男的呢是大多数都是失财。这个分手就很麻烦。没错，你知道我的听说有的那个就是老板，你知道吗？找一个女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个女的呢，好吧，又买房子又买地的，对吧？又买车的。结果这女的突然消失了，你知道吗？骗婚也没结婚，就这么好。最后呢，这个老板呢是怎么样讨回的财产呢？他起诉，您说这个告得入吗？他找的律师就说我才知道这还能打官司呢，说你情感诈骗，就拿出来，你看我给你买了这个，我给你买了这个，我给你买了这个，但是呢，最后呢。而且这个女的走的也是决就像李老师听了李老师的指导，快刀斩乱麻，就全拉黑了，找不着了。你说这老板想想这是怎么情况？这确实，
这他能告吗？这个有啊，真的这个对，当然呢，像这种情况，像过去吧，像这种情况，他一般会说这个是你赠与的，还是说真的是啊对，如果是赠与的话，就很难要回来。对啊，但如果真的是为了婚姻的问题，他不是赠与了，那就可能还有一点希望，但是就看他有什么角度来证明他们俩当时是为了婚姻的来购的这个东西。哎呦，可是我觉得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一个人无论怎么样，都不只是钱的投入啊，对男人来讲，而且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单纯的把自己的快乐痛苦记在另一个人身上，尤其是欺骗的方式，尤其是欺骗方式，那是非常不正确的，也不能把自己的钱记在另一个人身上。对，就你，因为一个人大家都是独立完整的一个个人。那尤其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不变的，那么你怎么会把一个不变的希望就那么强硬的放在人家身上？我觉得现在是怎么样，你享受这一刻很好，但是不应该想太多，这个东西是不是永远不变？对，其实现在有很多分手，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情感分手，它就是带有点这个，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就尤其像有些女孩，她比较那个，就自己没有什么资本，所以她就想找一个依托，然后呢，这个依托呢就是只要你养活我就行。这个过程，当他如果得到了钱财，他如果再背叛的话，那这个男的肯定觉得你骗我。那相反，女的反过来也是这样，有些男的你跟我这个睡觉了，然后现在你什么都不管了，你就走了。所以这两种就是一旦到分手，他要一旦有纠葛的话，就很可怕。哎，这真的是。这一掺和了经济关系啊，对，不仅是经济，我觉得包括还有时间上的投入。我经常看着身边的，比如尤其是女性朋友，她在一个错误的感情里，但她就是不分手，她就是一直拖着。其实就是因为她考虑到这个沉没成本，她觉得我已经跟他在一起5年了，这5年如果我跟他分手，就相当于打了水漂，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但是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她不断的在一个错误的事情上增加成本，到最后5年变成8年，8年变成10年，你最后想下船都不行了。就等一个不回家的人。对，他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这5年已经浪费出去了，我这个不能让我这5年是白费的。但我觉得你这可能导致一个更大的错误。哎，真的，你比如说这个女性心理咱不了解啊，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我就是甭管现在怎么说男女平等啊，可是我觉得，要是这个女孩，比如说从21岁。跟你好到29岁，然后分手了，这个东西，对你能说这女的说，哎，没关系，是吧？咱们做朋友，对吧？咱们的过去都是珍贵的，你真觉得这对很难？反正因为我也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确实是有种觉得。我到最后我总得图点啥吧，就是你要不然就觉得你看我的青春，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性的丧失，就觉得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也有别人追求我啊，你看我也可以跟这个好，所以你或多或少就是还是会抱怨，以及你觉得那不行，我还要再等等看，我说不定能够等到什么。但是我后来就是觉得我这种心理是不好的，这种心理其实有点像就是想赢，我就想赢过对方，那这个其实就导致我不断的往在错误的地方投入错误的时间和精力，我就不如没有怨言，两个人就分手再见。那么要真是把这个青春年华给了这么一个男的，最后2个人毫无结果，这事儿女孩子该怎么看呢？但我觉得也有收获和成长，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会这样，包括我妈从小也这样教育我，就你不要老觉得这个爱就是一种付出和被欺负，你就这个东西你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你获得的快乐，你获得的成长，就这个东西难道不是你的收获吗？难道一定要以对方的家产分你一半这个为最后的结果？我觉得不是的，你自己有成长的。而且我觉得当然我同意，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底下，的确因为种种的条件与关系，会使得一个女的好像说我到30多岁我才分手或者才离婚，那我好像很难再找到一个机会，或者相对那个男的而言比较难了。可是，你如果就像方总刚才讲，其实你回看你过去那10来年，你有没有快乐过？你有没有获得过什么？其实那个是你已经得到的，然后你现在如果在计算我失去了什么，那些其实你还没失去，你只是失去一些潜在的机会。但那个既然它是一个潜在的机会，所以它有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就因为像我自己学佛，对不起，我要来讲，哎，对，最后就得看佛，真的就是过去心不可得，将来心不可得，就是说这些东西还没有发生的事儿，如果我现在为了还没有发生的事儿而忧虑，这是不划算的。那么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也改变不了了，如果我还在为它忧虑，同样也是不划算的。我觉得这个你要换一个角度讲，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他很愉快，他看到你也很愉快，那这个两个人是共同愉快。如果你看他很愉快，他看你很痛苦，你试想这俩人在一块儿，什么感觉？是的，是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如放手。因此我觉得无论多少年，但是前提是不要有孩子。如果有孩子，另当别论。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是第三个人了，他是没有经过你跟他商量，你就把他带到这儿来的。然后你带到这儿来，你不能说我就带来了不管了，然后我们俩分开拜拜了。这个我认为是我特别反对的，就是为了孩子，我们也哪怕将就也得将就到他接近成年。但是如果没有孩子，这俩人多少年，只要不舒服了，他们俩分开，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方慢慢去接受他，就这么想吧。我真的很爱你。我特别爱你，所以你要是觉得离开我你很快乐，那我就让你离开我，那宁可我自己忍着，对吧？相反，你说人家已经不爱你了，你也非得闹死闹活，你让对方也很难受。然后对方，因为他这种感受的东西是天天在一块儿的，一个屋檐下的。就是说我们讲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可怕在哪儿？就是因为你每天都要见到这个人，而且都要在这个空间里头，然后他要如果对你的欺负冷，不论冷的还是暴的，所以他这个感觉就是说。婚姻它很复杂的这个情感，就是又离得近又容易伤害。因此，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就是说，在两个人确实有一个，哪怕有一方感受的已经很痛苦了，那另外一方你好好跟他聊聊，对吧？你比如说，哪怕就是俩人有一个第三者，我现在就问你，你是后悔呢还是不后悔？你是真喜欢他呢，还是还喜欢我？把这问题搞清楚了，他是喜欢我，那我就原谅你；如果你真喜欢他，我就放手。我觉得这样的可能你的人生的路就很宽了，因为你弄不好保不齐还有另外一个机会在等着你。是啊，我原来听过一个最惨烈的离婚的一个，就是说也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结婚，但他们本身其实就不太配，男的比较有文化，女的相对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工人嘛，工厂的。后来这个男的也是爱上一个更相配的女的，然后他老婆就受不了，然后就有一天给他双胞胎小孩，为了安眠药，自己也为了安眠药，一把火把那个房子给烧了，然后3个人全死了。后来那个男的就还是和新的他的女朋友结婚，但是他就说2个人其实根本就像是也生活完全没有幸福的可能性。然后他的新的太太就说每天就觉得他就像是一堵墙一样，觉得自己在面对那个男的已经变成了一堵墙。然后我就在想，你即使这个太太原配啊，他惩罚了这个所谓的渣男和小三吧，但是你这个难道这个真的值得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听过最惨烈的，还不如看到痛苦，对方痛苦，自己也痛苦，就放手算了。对，还是像方舟这样，对吧？谈谈嘛，谈谈，你为什么不喜欢我？行，没关系，明天做朋友。真好，真好，真好，谢谢。所以这个就是弗洛伊德在他那个精神神经症那边里讲过一句话，他说那个妄想就是咱们常常见的嫉妒妄想，说妄想实际上是一种自慰。最后又走到凤凰，走到沈从文的故居，哎。然后当时这个正好在严打前后嘛，然后我们上边领导特别重视。